我没看错吧？往纸上随意扔针，竟然可以算出圆周率，是不是太过异想天开了？1777年，法国博物学家卜风闲来无事，便在白纸上画了很多平行线，然后把好友邀请过来，让他们不断地往纸上投针。一番操作后，纸上多了2212根针，而与平行线相交的针数是704。二者相除，结果得到的数值居然和派十分接近。这就是有名的卜风投针实验。我们不妨先来模拟一下。第一回，把投针次数设为1000，可以看到实验数值会在3左右徘徊。下面把次数增加到5000左右试试，更接近了。而等到投10000次时，实验数值已经逐渐靠近3.14。可投针只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随机事件，结果为什么会和派相关呢？我们再次回顾一下这个过程，你会发现这些平行线的间距都是相等的，并且小针的长度刚好是平行线间距的一半。而决定针是否能与平行线相交的变量有2个：针的中心点到最近的垂直线的距离 y， 以及针与平行线的夹角阿尔法。如图所示，当针的中心点刚好落在平行线上时 y 最小；若是中心点到2条平行线的中间 y 最大。在此过程中，针与平行线的夹角阿尔法的范围是0到180度，而要是针与平行线相交，那么中心点到平行线的距离 y 必须小于或等于1/4d 乘以 sin 阿尔法。知道了这些，把它放在坐标系中看看，这是它的分布范围，也是针与平行线相交的所有可能。根据牛顿莱布尼茨公式，这个值等于2d分之一，而整个矩形的面积是1/2d 乘以派，二者相除刚好为派。下面我们看个更直观的例子，如果把所有投针的轨迹想象成是由 l 段单位长度的线段组成，不难看出 l 越大，焦点个数 n 就会越多，即 n 与 l 成正比。那该怎么求这个 x 呢？走个极端，把它弯成长度为派的圆，这时周长取值就相当于圆中所有的投针数。而把圆形针扔到纸上后，结果无论是哪种情况，圆形针总会与平行线相交于2点，即相交概率为派分之2。所以当针的长度是 l， 那么平均焦点个数便是派分之 2l。而要是针的长度只有单位长度的一半时，平均焦点个数自然就是派分之1了。